Hello， 大家，没有错，在我手上的就是最新的 iPhone 17 Pro Max。那我这次买的是银色因为这次竟然没有黑白两色。那这次的 Pro 系列呢，其实除了它的外观有很大的更新之外，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它的相机还有散热真的有很大的升级。你看这个新功能真的超显我脸小的，没有错。首先就要讲到这次的17全系列都是配这颗全新的1800万像素 Center Stage 前置镜头。那它最特别的就是采用了正方形的感光元件，而不是最常见的长方形感光元件。也就是说呢，现在拿直的拍直式或横式画质都是一样的。这是什么黑科技啊？也就是说，现在我们要拍横的照片，我们再也不用这样子拿手机了。除了重心更稳之外，这样子也有个好处，就是眼睛就算忘记看镜头，也不太会跑掉太多。像以前我们拿横的，然后忘记看镜头就很呆啊。另外呢，这次前镜头的广角也更广咯。你看，跟16 Pro Max 比，真的差超多。以这张照片为例呢，16 Pro Max 只能拍到这个范围，基本上整张照片都是脸。再来看看17 Pro Max， 左边的树还有下方的整株植物都入镜，右边的电线杆外都还有空间，脸的对比度还有立体度，甚至是肤色，我觉得都好很多所以我自己觉得女生真的会很喜欢这次的17系列，因为光是那个前置镜头比较广就差很多非常的显脸小，而且这次的拍照录影肤色又更好看了，噪点也明显的减少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在考虑买 iPhone 17送女生的话，我觉得这一次真的很可以。颜色呢，我直接帮大家挑好了 ，iPhone 17就是白色或者紫色 ，Air 就选白色，然后 Pro 就选银色，这些颜色都是最安全牌的，不用谢。再来，我们继续看看前置镜头的录影在防手震的表现。跑起来！防手震的部分，相比前一代肉眼可见有进步，在这么剧烈晃动的状态下，表现还是很不错iPhone 呢，在录影方面，我觉得一直都是王者也因为这次的前镜头升级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台呢，真的超适合当 Vlog 或是自拍机。另外，这次还有一个超级黄皮肤友善的滤镜，就是 iPhone 内建的摄影风格，现在新增了明亮模式。这个明亮模式，我觉得就是针对亚洲人啊、黄种人去优化的，尤其是在室内光源比较不好的状况下去校正肤色，很好看。那套用到风景呢，就会很日系的感觉。它的主镜头跟超广角其实都跟上一代一模一样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次的肤色演算法好看不少，整体红润很多。而望远镜头则是从上一代的1200万像素升级到了4800万 f2.8 的镜头支援4倍光学变焦，还有8倍光学品质变焦，最高是40倍的数位变焦，相比16 Pro Max 的25倍真的提升不少。这一次的这个4倍镜我觉得会更好用因为上一代的16 Pro Max 它的5倍镜就是常常拍东西就会放太大，然后变成我自己要去调那个远近还有角度。再来就是这一次的望远镜头的感光元件也加大了56%，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它的画面更干净，然后搭配演算法呢，整体的噪点也减少很多，夜拍的效果也有提升不少。那也因为望远镜头的升级呢，现在变焦又更滑顺了，在不同镜头切换的时候，明显减少了卡顿或是跳一下的状况，有没有？就是很顺啊。这个在拍演唱会或是平常拍影片的时候都非常好用。在录影功能的部分呢，这次新增了前后镜头同时录影，主要就是可以用在拍一些反应啊、vlog 或者是人跟景可以同时入镜。不过有一点可惜的就是档案的影片是合并在一起的，没有办法单独分开。另外呢，还要提到这一次的专业录影升级的部分，这个呢其实也是 Pro 系列在展现他们肌肉的时刻。重点不是用的人多不多，而是它可以做到这样子像是这次的 iPhone 发表会，其实就是用 iPhone 17 Pro 录的，不可思议吧？ProRes RAW 就是可以保留感光元件的原始数据，所以在后置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大的弹性还有空间可以发挥。另外呢，17 Pro 系列还支援 Open Gate 全幅录影模式，可以用整个感光元件下去录影，在后置的时候就可以自由裁切，稳定画面而不牺牲画质，构图也会更自由。专业录影功能也增加了 Gen Lock 多机位同步功能，可以用毫秒级的精准度去同步影片帧率。不过呢，以上功能如果你要录制 ProRes RAW 的话，一定要外接硬碟，因为录1分钟可能就10 GB 去了。那这么专业的录影功能呢，如果过热宕机就消不出来了，所以这次在散热的部分也有超级大的升级。下定高贵的 iPhone 17的时候，一定要赶快买好手机壳，好好保护它。尤其这次 Pro 的镜头模组这么大，手机壳就要选耐摔耐操的 UAG。虽然价格是高了一点，但是用过 UAG 就知道品质真的有差。真军规防摔让我摔了好多次都没事。经典的六角形磁吸圈设计，一眼就认出来这个人很识货。首先要推荐的就是这一款 UAG 的磁吸顶级测试系列，强度帮 Kevlar 防弹纤维材质，通过2倍军规防摔测试标准，最高可以防25英尺的衰弱冲击经典磁石六角边造型设计，支援 MagSafe 无线充电。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所有 UAG 壳都有这样的经典设计，都支援磁吸配件，还有无线充电顶级测试的5层防护结构跟蜂巢式轻量化，双吊绳孔设计，硬派风格帅到不行。如果想要更多颜色的话，磁吸顶级系列也很帅。
皮革或碳纤维的顶级材质，一样通过25英尺军规防摔测试，一看就知道是识货的人在用的。如果你喜欢透明壳的话，绝对要试试磁吸全透系列。这次升级了边框设计，握感更稳，比较不会手滑，有效抵挡 UV 紫外线，耐用抗泛黄，材质轻量化设计，也有16英尺防摔功能，还有双吊绳孔的设计哦。UAG 这次还推出了磁吸经典手腕挂绳款，一次就给你手机壳加手腕挂绳，同色系一套配起来超好看。这款壳是25%再生材料制成，通过军规防摔认证，提供18英尺防摔保护，还有双吊绳孔设计。如果喜欢支架的，一定要试试磁吸支架经典系列，铝合金支架设计，追剧或工作都超方便。通过20英尺军规防摔，实用又坚固。除此之外 ，UAG 也推出了很多 iPhone 配件，也超实用的哦。多角度双向磁吸支架，自由调角度，双磁铁设计可以牢牢吸附任何金属表面。都会款磁吸卡夹，超强磁吸力，可以安全收纳多张卡片跟纸钞。RFID 金属防护片，有效阻隔磁场干扰。磁吸无线行动电源5000毫安时支架款，支援10瓦的无线快充，还有20瓦 USB-C 有线快充。内建支架可以直放、横放，轻巧便携，超方便。现在就点击下方链接，赶快去挑选最适合你的 iPhone 17 UAG 手机壳吧。Pro 系列首次采用专业级的散热技术，首次加入了 VC 均热板设计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里面会有一点点水，然后利用水蒸发还有凝结的循环来散热哦。另外，这次机身采用的铝金属其实会比钛金属散热表现更好。我们实际测试在室温26度，录影4K 60 frame， 拍摄 HDR 15分钟之后记录下温度。17 Pro Max 15分钟之后，正面是39.6度，背面是40.5度。对照16 Pro Max， 它的正面呢是41.1度，背面是42度，而最烫的15 Pro Max 正面是48.1度，背面是49.1度。整体而言，17 Pro Max 比对16 Pro Max 算是有进步，更不用说比对15 Pro Max， 这一代真的差了快10度有了。而且我觉得光是从它的外表，你就可以感受得出苹果这次想要解决散热问题的决心。看看这个背面，全机身铝合金散热，然后在这边放一块这样子的玻璃，这个就是当你今天想要更大的电池，然后更好的散热，还有你要维持 MagSafe 正常运作，你就会出此下策。这是苹果少数会牺牲美学，然后把实用度还有功能性放在第一位的时刻。就是我们已经不管它美不美了，散热是一定要解决。那为什么解决发热这个问题这么重要，必须要牺牲到美学这么严重的地步？就是除了拍影片啊、玩游戏之外，有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忘记了？还是你不敢想起来？就是 AI， 就是 AI 没错。AI Siri 据称最快会在明年到来。如果 AI Siri 或是其他更多 AI 功能要本地运算，绝对是烧到爆。尤其苹果在资料安全方面这方面特别注重，很多东西都想要本地算，而且如果以后还要用 AI 来算影片的话，这个发热一定要解决啊。所以这次在散热上面花了这么大的力气，我想一部分应该是为了 AI 做铺陈啦，我自己希望。所以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次背面的这整个设计，我自己是觉得不够极简啦。在颜色方面呢，玻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突兀，不管你是选银色或是橘色，那块玻璃都超级明显。那这次的这个橘色呢，话题度超级高，非常亮，然后很有个性。那如果你真的要选一个玻璃最不突兀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蓝色。而且呢，这次它的苹果 logo 其实有下移，所以官方的 MagSafe 透明壳破天荒推出了一个很荒谬的设计。这一大片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其实就是因为旧的那种透明的 MagSafe 壳一圈啊，它会对不准这个苹果 logo， 所以它就干脆整个把它贴起来这样子。那在体积还有重量的部分呢，这次为了这个更大的电池还有散热的原因，所以它其实是更大、更重又更厚的。17 Pro Max 重231公克，相比16 Pro Max 的227公克多了4克。不过有一个小细节，就是这次的边缘更圆了，所以握感其实是更好的。在萤幕的部分，峰值亮度提升到了3000尼特，采用第2代超瓷晶盾面板，抗刮的能力会比上一代提升3倍。而且这次萤幕还采用了抗反射涂层，光就比较不会反射，萤幕也会看得更清楚。不过如果你这次要贴膜的话，它的那个抗反射涂层其实就不会有什么效果，因为你就是覆盖了一层东西在上面，除非你贴雾面的。那另外呢，如果你跟我一样眼睛比较敏感的话，这次在设定里面有一个新的选项，可以让你眼睛比较舒服一点，就是在辅助使用里面的显示与文字大小这个点进去，往下滑呢，这边有一个显示器脉冲平滑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你打开之后，它的萤幕频闪频率会降低，然后你的眼睛会比较舒服。那在电池容量的部分呢，上一代的16 Pro Max 可以看33个小时的影片播放，那这次呢是提升到了37个小时。然后呢，这一代的充电速度也更快哦，就是如果你使用40瓦充电器的话，大约20分钟就可以从0%充电到50%，相比16 Pro Max 则是需要花35分钟，这真的是超级快的。再来是续航的部分，我们也实际测试外拍2个小时，在33度的大太阳天气之下呢，大量的路
录影跟拍照，电量是从一开始的90%降到了65%，过程当中有小小的降亮度，但是很快就恢复了。所以高强度使用 iPhone 17 Pro Max 大概2个小时是35%的耗电，供大家参考，算是还蛮够用的哦。最后呢，要补充这一次的17 Pro， 它终于提升到了12GB 的记忆体，感觉也是在帮 AI 铺路。那总体而言呢，我觉得这次的17 Pro Max 真的升级很有感，就是包含全新的外形啊，然后它的前镜头我超级满意，自拍就是超好用。而且在散热方面也是超级有感，就是如果你今天很常拍照录影啊，或是你对摄影品质有很高的要求，又或者是你是重度的手游玩家的话，这一代是真的可以考虑。那至于我自己的话呢，我是希望后续在例如说大太阳下，在拍照录影的时候不要给我降亮度。虽然现在好像有听说已经有人在降了。那至于望远镜头的部分，我是比较少用到啦，就是平常可能会拍一些菜单或是远方看不到的东西。所以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次17 Pro Max 的升级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。那我们今天的17 Pro Max 开箱就到这边，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